OK。这拉开吗？嗯。待会儿吃不一样。对。你知道，先过去。走吧，现在7点。发现我这个衣服上有2个污点。饮食书或者说是减肥方面的食谱书。首先呢是这一本大家很多人都有的《减糖生活》，它是日本作家水野雅登写的。然后这本书也是我第一本就是关于减糖饮食的书籍，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好的就是减糖饮食的入门科普书吧。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知道了，如果说想要控制糖的话，一天最好的控制量在多少？像他有提到的，就比如说你1个月想要减重1到2公斤的话，你就可以把你每天的含糖量控制在120克到160克，每一餐的含糖量控制在40到55克，并且它有标注你在减糖饮食的同时，你需要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并且它有给你一些1日3餐搭配的示例，我觉得也非常的直观，然后很有参考价值，而且它会把你常见的一些就是蔬菜水果的糖分给你标出来，你看它都有标注的，并且它在书里面有一些甜点啊。还有早餐类啊、午餐类、晚餐类，甚至下酒菜类别的一些食谱建议。这本书我非常的喜欢，看它这个封面这个样子，也知道我翻的真的很多次了。有一些灵感也是从这里得到的，就像我之前做的那个牛油果炒蛋是跟这个学的，还有那个鸡胸肉血煎锅也非常的好吃。这本食谱我很喜欢。就到现在我还是会一直不停的看它。然后接下来跟这本比较相似的就是这一本。就是减糖家常菜这本书的话，其实跟上一本的确有一点相似，它也是从就是说减糖的一些原因来给你分析，然后给你分析了一些生活中的这种常见的饮食，并且它也是从早餐、午餐、晚餐这样去给你分析的，然后它有一些副菜，然后一些小菜是这样给你搭配的。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过于家常了，就是它的这些食谱很多都是。甚至我觉得它这些，像有一些食谱，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在这个食谱书里面。就像这个蚝油西兰花，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规的。我希望能够在食谱书里面看到的是一些我平时不太知道的搭配。这2本书如果说硬要推荐的话，我更喜欢的是这一本。然后下一本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跟大家分享的，我买的范志红老师的书，相对来说并没有说减肥食谱里面那么的控制碳水，它里面还有一些粥啊、包子啊的做法，它更倾向于养生而不是减肥。然后接下来就这本，也是范志红老师的，这本是我的健康饮食经，我觉得这一本书对我的帮助比上一本的帮助要大很多。它里面有分析很多种就是关于饮食的一些观念，就比如说杂粮饭，他给你科普为什么要吃杂粮饭，然后我们要该如何正确的去喝粥，然后如何正确的吃肉，正确的吃蔬菜。从这本书里面我能知道很多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的细节吧，就是关于食物的。就我之前也知道吃杂粮饭为什么要吃杂粮饭，我只知道它低 GI， 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杂粮饭的好处那么多。接下来就是这一本田安石的低糖厨房，这本书的话我买回来到现在为止我是看了，但我还没有跟着其中的做。目前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要求的食材一些可代替淀粉的粉类都相对来说都不是很常见，像基本上每个食谱都需要你用到杏仁粉，然后车前子的细粉、车前子粗粉，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椰子粉、椰子油，这些都是非常常规的。但除此之外，它这本书里面还大量的用到了一些不太常规的，就比如说这些都是它需要的一些食材配料，我觉得太过于复杂了，不太好买，很多的都需要就是都需要你去网上买，并且是进口的才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本书里面用到的一些食材，它的价格也比较昂贵，我觉得就不是非常的常规吧，但它的确也很有借鉴价值，我觉得更适合专业的生酮人士去参考。这本的话也是我最近的心头爱，我也跟着这本书里面尝试了几个食谱，就是我觉得尝试下来都非常的好吃，而且也并不难，它用到的材料也并不复杂，这本书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我前2天做了其中的那个蒜泥白肉，哇，真的味道一绝。然后我还跟着它里面做了那个什么盐酥鸡，这个盐酥鸡做出来也非常的好吃，我妹妹说跟卖的一样。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不停的复刻这本书的一些食谱。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我手里的这些
食谱类图书的一个分享啦。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去找到这些书来自己亲自阅读一下，会有更多的发现，更多关于食物食材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